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 Facebook 的前 Global Product Marketing Lead Carolyn 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经常去问我说，哎，PM 是做这个的，那 PMM 跟 PM 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请来这位非常资深的 PMM 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个分享。还有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会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一直看到最后。那首先的话呢，请这个 Carolyn 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Carolyn，我在Product Marketing 这个行业做了将近10多年，然后跟 Big Joe 也认识很多年，很开心能够来到 Big Joe 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我们 Product Marketing 和 Product Manager 是怎么合作的。好的，那我们首先想先问一下这个 Carolyn 你的个人经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哎，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呀我是2001年。？2001来美国的，那后来去了哪些公司呢？是一直都在湾区吗？对，其实that's a good question。我是07年才来湾区，那么我是01年去 Emory 念的 MBA，03年毕业之后呢，Go for Emory，Go Emory。03年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其实经济也是非常的不好，因为03年也是刚刚经历过一个很大的这个我们网络界的这个 Internet bubble burst，所以后来很幸运拿到一个工作是在洛杉矶。在洛杉矶那边呢，做了差不多1年多之后，也是经过一个小小的转折，进入了雅虎。从此04年开始，我在高科技公司的这个10多年的这么一个经历。那在雅虎做到07年之后搬到湾区，然后我之后从雅虎之后呢，就有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全球都很大的一些公司工作过，所以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像 Visa、像 Facebook。然后包括在 Facebook 之前有去做这个一个企业级的 SEO 软件公司的这个 Product Marketing 的 Department Head，叫 Bright Edge。所以说你一直是做的是 PMM 这个 function 吗？对，其实很有趣。我04年进入雅虎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行业其实也很新。那我们是做 PPC 广告，然后我的 title 叫做 Account Manager。但是其实我做的事情就是 go to market，然后产品的 packaging、positioning、pricing，以及我是做全球的产品的 release，所以我其实做的工作就是 global product marketing，但是 title 呢，刚刚进公司的时候叫 account manager，因为雅虎搜索在那个时候还是我们的内部的客户。好，哎，那你在雅虎、Visa、Bright Edge、Facebook 都做过 marketing，而且也做到marketing lead 这样的职位上，那你都做过 marketing 哪些 function 呢？哪些职能呢？对，good question。我在刚才讲到，我在雅虎的时候是 product marketing，就是做着 product marketing 的工作，不是 title。但是呢，因为我有在雅虎做这么多年的 PPC 广告，后来我做的是这个 display 的广告，所以我就很好奇，就相当于是跳到 client 那边去了 Visa。在 Visa 的时候呢，我的工作内容就变得不太一样。我有做基本上是品牌管理，全线的全渠道的品牌管理。所以有做过电视广告，有做过收音机频道的广告，有做过线下的促销以及全国性的这个抽奖活动。所有就是服务于对于 Visa 所服务的这些银行来说，它的线上、它的线下，以及包括我们所有我们叫数字化的，当时10年嘛，11年、10年，我们刚开始做数字上的所有的品牌推广，所以品牌这一块也是做了蛮多年，差不多4年半左右。之后呢，我因为做这么多广告的投放，我就很好奇，我说大家不能一直只发广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 Visa， 就是 way back when 哈，也不是那个算是一个内部的小贴士。我们那个时候很好玩，我们是花很多钱去做广告，放到一个专门的叫 campaign landing page， 有一个广告的这个专门的收流量的这个页面，然后这些 page 到一定时候都会 retire， 说什么什么时候4月15号报税季之后，这个页面马上就不要了，要扔掉。
后来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扔这么多广告，然后你放到一个 page，然后那个 page 过一阵子就不要了，有点像有没有点像那种一次性的那个购物袋的感觉？我就很好奇，我说好像这个不太 make sense。根据我自己从以前做 PPC 广告，然后我就很好奇说，那我要做一下 web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来管 website 的人，你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菜篮子不能总是漏水的吧？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大概几年的 web marketing。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 Bright Edge 的这个SEO 的软件，搜索引擎优化的软件，我就觉得很有趣，说其实这个公司做的东西是 make sense 的，因为每一个企业基本上来讲，你有钱没钱，一定要做好你的 web marketing。所以后来当他们有一个机会说，哎，我们在找这个 product marketing head，我就说，哎，不然我就从客户变成他们的员工好了，我就自己举手然后参加。后来在这个公司呢，做了一些非常大型的一些product marketing 的一些整合然后很有趣了。但是所以 long story short， 回答你的问题 ，marketing 我还做过哪些？就还包括做过 web marketing， 做过 SEO。之后呢，拿到 Facebook 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也非常开心的被 surprise 到，因为 product marketing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影响我们做什么产品。这个你们 PM 知道的叫 product roadmap。在其他的公司 product roadmap 一般是不允许 marketing touch， 但是在 Facebook 呢，它有一个专门的100多号人的这个这个部门，我们叫 BPM Business Product Marketing。那所以我带领的这个团队，我们就是专门负责影响 roadmap。所以结果就是真的就是把 marketing 做了一个全雷打，什么都做过。很好，很好。那其实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介绍哈。在最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fun fact 啊，就这个 Caroline， 她是3个孩子的妈妈，而且还坚持健身，然后这么忙的工作，有自己的主业，然后还有副业，所以她真的是一个超人一样的一个存在，在我心中超厉害。谢谢，过奖过奖。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完了你的个人经历，我们就要讲关于这个 marketing 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频道还没有讲过 marketing， 所以可能需要你先给大家讲一个整个的一个粗略介绍 ，high level 比较高屋建瓴的，什么是 marketing， 分为哪些功能？好 ，marketing 呢，其实和大家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marketing 它不完全只是做广告。marketing 也不完全只是帮销售来做那些销售的那些sales pitch， 但 marketing 其实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引起人家对你的品牌有兴趣，而且呢让他们对你的品牌有一个长远的好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我可以给大家分享2个 definition， 有一个叫 Seth Godin， 这个可能只要大家我们去过 MBA 同学都知道 Seth Godin 差不多是 marketing 神一样的存在。他的 definition 就是说 marketing's job is to make change. Our job is to connect to people. 然后呢要 interact with them in a way that leaves them better than we found them。 那这个到底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其实 marketing 的工作就是使人不但要知道我们的品牌的存在，而且呢，要知道我们的存在之后，会愿意改变一些行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这个就是我的 definition， 就是说 ，marketing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说 ，eventually， 你需要能够 drive profitable revenue through acquiring high lifetime value customers。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让公司能找到对于公司来讲最有价值的那些客户，并且让这些客户认同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这样公司可以形成长远的、可持续性的这个有利润的增长。其实说白了，就从我 PM 角度来说，就是 PM 和 engineer 做产品，光有这个是不够的，就是你这个产品和你用户之间其实有非常大的距离。这个距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骤，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方式。那这个部分就是由 marketing 的人、市场营销的人把它整个填平在一起，让这个产品和这个用户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连接。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对，很有道理。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说有些产品好用，但实际上最后在消费者手中看到他觉得实用的功能，跟做产品的人最初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不对？有一个挺经典的例子是这个 baking soda，你记不记得？baking soda 刚做出来的时候，初期的想法是就是做面包的嘛，对不对？你只是拿来发酵的。没想到 baking soda 还可以拿来做无毒的家庭清洁功能，还可以除掉陈年污渍的老垢，就是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有时候根本想不到消费者会很聪明，就是高手在民间，但是 marketing 呢，它因为对于客户的连接很紧，可以把这些东西我们叫 codify，把这些已经存在的一些实用性的价值，把它增大放大，最后变成这个产品呢的价值是乘以10倍或者100倍。明白了。哎，那你说 marketing 这个营销这个事情，主要有哪些这个具体的事情呢？具体的责任呢？这个问题很棒。那其实我们营销呢有几点很重要，就是我给大家先讲一个大概的框架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marketing 是3块的，对公司来讲有3块的帮助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inbound，第二个是 outbound，那最后一个叫 air cover。那这怎么讲呢？inbound 呢，就是我们晚一点可以讲说，我们到底怎么样能给你更多的 insight？那可能 PM 和 Ange 你们可以做产品的时候做得更有目标性一点。那 outbound 就是刚才 Joe 你的问题，就是说，具体你怎么实现这些营销呢？最后一个什么叫 air cover 呢 ？air cover 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这个产品的品牌的营销，叫 branding。但除了 branding 之外，现在我们 marketing 还在看的就是如何通过 branding 以及其他所有部门的整合，给大家带来更好的 customer experience。所以其实说白了 ，marketing 应该要做3块这件事。那你作为一个 CMO， 你才是真正把你的职责做到。那我现在 dive deeper 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叫什么叫营销？我们营销到底做什么？营销呢，其实它有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而且是有相关性的一整套的打法。说白了，我们刚刚有讲是要 drive profitable revenue growth，所以每一个产品其实它具体怎么去卖呢？它都可能有不一样的。最关键的这个叫 beachhead market， 对吧？最理想的客户。那 marketing 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们要在 go to market planning 这里面和 PM 合作很紧密，我们要一起 align 说这个产品可能所有的女生都可以用，但是只有可能25岁到35岁，比如说对于什么什么需求比较很具体的这种叫 segmentation， 是不是？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根据我们的具体的这个 segmentation， 这些消费者可能或者说客户，他们可能在哪些渠道会更愿意接收信息？然后根据这些渠道，根据我们对客户的理解，根据我们对产品的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讲故事，我们要 create messaging positioning。可能比如像 Apple， 它的 positioning 是 high end lifestyle， 对吧 ？People who don't follow rules。反过来，我们是 Walmart， 我们就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虽然我们在省钱，但是我们也是为了 live better life，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工作。除此以外呢，我们刚才有讲很多渠道，那这些渠道我们要和我们的渠道的同事合作，说有这个故事了，你怎么样去给它分销出去？那在这个分销过程中，渠道的同事 channel marketing， 他们要 focus 说，我每一个故事发出去，它给大家带来的回报是多少？他们 focus 这个 ROI。我们同时要和 web marketing， 刚刚有讲说不能是一次性购物袋嘛，这个 web marketing 要有一个能够沉淀的方法。沉淀之后，我们要和他们合作说，我同样这个产品讲这个故事也可以，讲那个故事也可以，哪个故事更能够转化付费客户？那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会参与。最后我要提一下，就是除此以外 ，product marketing 还有要做到我们 channel marketing 同时可能不用做的，就是比如说 industry 的一些 analyst
Forrester 啊、Gartner 啊，还有包括我们去参加一些企业的这些峰会、这些 trade shows，这些也是 product marketing 基本上工作会比较多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写说，哎，我们去参加会了，讲什么故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哎，我讲了那么多也太多了吧？那如果说有一点很重要要记住，就是 product marketing 在 outbound 的时候，我们在营销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讲什么故事，讲给谁听。明白了，明白了。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临时想到的，就是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有很多的职位叫运营，美国好像没有运营。你理解这个运营跟市场什么关系？这俩是运营市场的一部分吗？还是并不是一样的？那个问题很棒，因为运营其实我也一直在观察，我觉得国内的运营是一个美国应该有的职责，但是呢，现在是分布在很多不同的部门。运营它的好处是它是高屋建瓴的看，比如说我是阿里巴巴、AliExpress.com 的运营，我会看不只是说我应该怎么去推这个产品，我还要去看说这个产品的转化是多少，同时它有一个我们 product marketing 没有的这个权利，就是它可以跟那个编程的团队讲说，根据我对数字的观察，根据我的营销的方案，我发现我们这些是需要马上改的。这个最后一块在美国，我们是只能去影响别人，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去写 business case， 但是我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它其实跟美国的 growth marketing 有点像。对，我正好想说，这个跟 growth 有点像，只不过 growth 美国分为 growth marketing 和 growth product 和 growth engineering， 所以就是说 growth marketing 它做的更多是营销方面的 growth， 然后呢是产品方面呢很多是由 growth 的 PM 来 drive， 他跟 engineer 一起来做，而国内呢这个运营就全都 cover 了，全都负责了。对，所以这个运营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有点像美国的 GM。比如我们在 Facebook，我们 Facebook 在强调现在重点在投的一个功能叫 Marketplace。那 Marketplace 是有一个 GM 的。这个 GM 它是可以管理所有的。这个其实反过来讲，就是跟国内的运营是应该有点像。明白。刚才我们讲了 marketing。然后我们可以再讲一讲 PMM， 就是属于 marketing 的一个部分，对吧？那我就要讲的更加具体一点，在人的这个层面上说 ，PMM 这个职位做什么事，需要什么技能，以及什么人来做它比较合适呢？对 ，good questions。PMM， 我觉得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几个大家的可能的误解。第一个呢，PMM 不需要你一定已经有很强的这个所谓的很高的这个语言的能力。很多人会很害怕说 PMM 的话，我写作写不了那么 fancy 的广告词怎么办？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呢 ，PMM 有很重要的，可能跟其他的 marketing 不太一样，就是你要对 technical 的产品要有兴趣。因为你毕竟是产品营销嘛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嘛，你是对，这个是第二点。对，第三点呢 ，PMM 很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的工作80%其实不是你自己最后像做 finance 一样，你去 create 一个什么东西，你的工作就做好了。PMM 80%的工作其实来自于你和别人怎么合作，你怎么样去影响别人，所以这3点其实很重要。那具体来讲 ，PMM 到底是什么职责，是什么怎么样衡量它的成果呢？PMM 其实我们记不记得我们 MBA 有学过一个3C？ 这个3C 是一个很好记住的这个 framework：company、competitor and customers。那 PMM 其实因为每个人管的产品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是某一个产品的 PMM， 你就把那个第一个改成你的 product，PCC。你要把你的 product connect 到你的 customer，connect 到，然后呢去同时我们英文叫 keep a line of sight， 对吧？就是不要忘记你的 competitors。你把这3个要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去 define。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叫你要 assume，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对这个产品要有一个包容性。如果我今天是做 digital 或者是做 sales， 我可能会说产品不行啦，卖不了。这个 PMM 不行 ，PMM 你是一个
adopt foster parent，基本上你领来的产品，哪怕不是你去 influence 做的，你一定要 love，你要对这个产品真的是相信，然后去爱，你要找到它的闪光点，然后你去给他讲故事。那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价值，哪怕是初期，因为你做产品的时候，你心中是有一个目标客户，所以你要做就是define segmentation， 然后你要 create 你的这个core messaging for the core customer。接下来你要去和 channel marketing 同事一起合作，说我们应该放，比如说大家 assume 有100个渠道。对吧 ？media 嘛，最少有100个 media channels， 我们重点放哪里？因为我们的钱也不可能所有的都放，所以这3个 for whom， 然后 what's the story，where to distribute the story， 这3个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那为什么刚才有讲说你不一定需要是 native speaker， 我们写的东西其实也很多，但是我们写的东西不需要是 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 大家其实尤其是我们华裔的同学，千万不要被这个 writing 的要求给吓到。你只要写的东西是从语法角度是正确的，是精简的，而且呢是能够言之有物的就可以了。写的那种 creative writing， 你就花钱45块钱1个小时最多，或者可能沟通主要还是内部沟通，并不是向外找人做。对对对，外部也有，你这点也要 clarify。你要当你写这个 trade show 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写给 analyst， 就是像 Forrester 啊 Gartner 啊，写给客户，对吧？你要写客户说，哎，请你参加我们的 beta， 请你参加我们的 alpha， 这些是你的 customer facing，所以你的东西一定要不能错，对吧？你说这个产品，比如我的频率是多少，我哪些 data 是需要的，哪些 data 是不需要，这些 facts 你要有。然后第二点就是你的 skill set 来讲，就是你要对数字要有敏感。我们刚才有讲，你要对 technical 有兴趣。technical 呢，死磕一下，说实话，你就死记硬背，有一些参数也能背下来。对。但是你要对数字要有敏感，就是你要看数字的时候，你能明白说，哦，我在观察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产品的 retention，可能有问题。那如果有问题，你去怎么样去 investigate， 或者说客户拿来这么多需求，我怎么样去和 PM 一起合作？当我比如我来找是 Joe， 我需要 prioritize 一个 feature，Joe 你肯定会问我为什么我手上就这么多资源，我的 roadmap 已经 lock 了，那我要有数字，对不对？第3点就是 interpersonal，就是你要能了解说，可能我跟同事讲话的时候，你看我现在观察一下就在想这个事情，就到底是赞同还是不赞同，我要能够观察，而且我在观察的时候，我要知道我们是线下，就真的是高手来的，不是很容易 read， 所以这个工作很难。如果大家想要去练一下怎么样 read people， 我觉得应该可能要跟我们大舅约一下，做一个 mock。那总而言之说，去跟人沟通很重要，就是从不管是去讲还是听，获得信息和传达信息都很重要，在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就是要 recognize， 有的时候是1对1，有的时候是1对很多，因为 PMM 也常常会需要在很大的场合去上台演讲。对，这个东西我有一点非常赞同的，就是说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产品营销经理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所以他对产品要有兴趣，且真的得去比较懂这个东西。而且很多时候，因为科技行业这个东西还真是有点难懂的。比如说我跟一个这个市场经理说这个东西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比如说广告产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技术细节。如果是这个平台产品，你还要讲什么 API 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他听不懂，他就无法把这个传达给客户，传达给市场，所以他必须得明白是个什么东西。虽然他不一定做这个，他得明白这个东西是干嘛的，他才能把这个信息正确的传播出去。这个是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特别重要的一点。他如果不懂的话，他可以学，他可以不断去问，直到把这个搞懂为止。因此，为什么这个从Product Marketing 角度来说，对技术、对产品的了解和兴趣是很重要的，是重要的。真没错，真没错，要多吃饭。当然，这个吃饭不是单纯的吃饭，就是说要愿意很诚恳的去学。
但是呢，有一点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吃饭呢要放在后面。有现有的，比如你是新的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你刚刚进公司，这个产品也许这个 industry 你都没有做过。第一个是你要多看，然后多听，因为公司一般来讲现有的产品的 documentation 和 video 一定是有，对不对？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和一个新的 PMM 同事合作，一来就找你吃饭，然后问很多问题 ，versus 他先自己自学，然后来问你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可能会不太一样哈。没错没错。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节目呢，就时间差不多了，剩下我们会用好几期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采访 Carolyn。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转评赞。那在 YouTube 上呢，还可以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在哔哩哔哩上呢，请点赞，如果可以3连，那就更好。还有呢，我们最近开设了我们的读者微信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请看屏幕上这个二维码，然后呢扫二维码，这样让这个小同学呢就可以拉你进群。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呢会讲更多的关于职业发展的话题，比如说如何进入 PMM 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职业路径是什么，它和 PM 的关系是什么等等。那下一次节目呢 Carolyn 就会跟我们继续讲这个话题。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